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节目一开始，我们赶快欢迎来宾陈立伟、孙大千委员。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礼诗舰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淡江大学财经系教授聂建中老师。思敏，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赶快来关心，在美军这一场美伊战争当中，一个月内美军损失惨重。今天会来关心到多款的美国战机都因此被打下来坠毁哦。另外，伤亡的数字最新来自于美国国防部的说法是来到了13死365伤。当然了，这个数字还在持续的上升当中。美军原本自信的说可以压制伊朗的雷达，但是在近期的几起的攻击当中，可以看到他的战机都被精准的猎杀了。这场战争正在持续全面失控。今天一起来关心中东战火烧到现在，其实已经烧超过了1个月的时间。美伊的激烈交火下，我们看到美军最新光是在3月份有多少架的战机被这个跌落。我们来首先看到几个重要的时间点。第一个时间点是在3月2号，这一次的一共是3架的 F-15战机在科威特的上空遭到友军，当时是遭到误击坠落，导致6名机组员他们只好弹射逃生。紧接着在3月12号，一架 KC-135空中加油机在伊拉克也坠毁了，6名机组人员是全数罹难的。再来是3月27号，美军的E-3的哨兵预警机在某个他们的中东的基地遭到伊朗攻击之后摧毁。不过今天我们要来关心的是最新的这一起事故，是发生在3号的凌晨了。我们看到的是 F-15E 的飞机战机，他们飞入到了伊朗的领空之后就被击落了，2名飞行员他们紧急弹射逃生。而且呢，在紧急逃生之后呢，就美军立刻是展开了最大胆的一次救援行动。川普在努力了非常久的时候，在5日在社群宣布我们接到人了，但是我们也稍微带观众朋友回顾，其实在这一起的救援行动看起来真的是险象环生的。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时 F-15E 坠落了之后，我们看到这一名飞行员他是独自逃脱的。当时他的脚其实是受伤的，所以呢他没有敢停留，赶快的一直往高处爬。后来他爬到了一座是7000英尺的山脊，他就挤入到了这个山脊的岩缝当中，然后随即他就启动了他的信标，要让美方知道他的位置在哪里。紧接着发出了间歇的讯号，他不敢长期开着，怕也会被敌方给知道他在哪里哦。然后他就在这边进行了等待。紧接着，美军的救援就正式的开始了。美国是出动了数十架的战机跟直升机，并且派遣了达到100名的特种兵与伊朗在当地直接跟民兵展开了交火。在这当中，2架的运输机在运输的过程，在整起的这个攻击的过程当中，也因为故障而受困了几个小时的时间。美军是赶紧派了3架新的飞机继续的执行任务，并且来自美军的说法，他们就直接炸毁了当时故障的2架运输机。但是来看到伊朗的说法，跟美军是完全不一样的。伊朗说呢，2架运输机是由伊朗炸毁的，并不是美方自己去炸毁它的。伊朗说，他们击落一共是2架的黑鹰直升机，还有2架的这个 C-130运输机。为什么这说法这么不一样？等一下我们会请专家来帮我们做还原当时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么现场的影像也显示，伊朗的武装人员他们密集开火，干扰低空的救援编队。而从战争到现在，刚刚说了超过1个月的时间，最新来自于美国官方统计，造成13死365人受伤。美军这一次派了上百名的特种部队来执行这样子的任务，只是为了救1名的飞行员，宛如冲出封锁线这个电影哦。根据伊朗的说法，他们击落了包括黑鹰直升机还有运输机，但是根据美方的说法，是他们自己炸毁的运输机。到底怎么回事？美军这一次的行动到底算不算成功？那么这一批特种部队被围剿的话，那么可能会造成的是特种部队上百人都全军覆没。如果真的发生，川普承受得起吗？舰长怎么看？其实这一次的救援行动证明了一件事情，也就是美国拥有大部分的局部空优啊。那也就是之所以他们可以顺利的救援，其实这占最重要的部分。那其实我们来看，其实这一次发生的地点呢，在伊斯法罕省。
那伊斯法罕省其实已经到了中部这个位置啊。那这中部的位置，其实这一个它发生的地点，它是一个临时的机场。那这个临时的机场呢，如果我们来比对一下的话，它距离伊斯法罕的这一个核设施，其实大概就是50公里而已。那50公里都不到。那如果以50公里来讲的话，那其实这一个机场未来是不是将成为美军要到伊斯法罕来进行这一个浓缩铀，那直接的把它撤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场。那至于说到底是谁去炸这个飞机的，我基本比较相信是美军炸的。为什么？因为基本上对于伊朗来讲，他一定不想炸，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大家都可以多多少少做一些所谓的逆向工程，而且自己做不了，可以交给俄罗斯来做，所以他一定会想要把飞机留下来。但是对于美军来讲，其实美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条啊，叫做 Leave no one behind， 也就是不抛下任何人，那也就是无论生死都要把那个同袍都带回去。那所以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一个部队救援，也就是告诉他们每一个飞行员或者是每一个官兵，就是你如果说在战场上遇到了什么样的状况，美军会尽一切的力量把你救回来。那这个是美军他为什么出动这么大兵力的原因。而且如果我们从黑鹰计划一直看到现在的话，美军在撤离的时候，他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就是破坏装备，因为美军派出去他能够压制这一个伊朗的所有的空中的一个无论是征收或者是打击行动的话，它有各种的征收反制装备，所以它一定要加以破坏。那破坏完毕之后，那它才会离开。那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而且包含了当年他们其实有 Desert One， 也就是在当时要撤出，就是科梅尼政权的时候，他们要撤出这个伊朗大使馆的使馆人员的时候，结果那一次也不成功。那一次在伊朗中部的沙漠，其实也是发生了这一个一连串那个不顺的，然后结果连人都救不回来的现象，他们也是把飞机破坏了。所以如果说以飞机破坏的这个部分的话，我是比较相信是美军破坏的。那至于说这一个行动呢，成不成功，其实非常成功，但是它它有前提的，也就是不断的在提到说，美国在伊朗其实是拥有空优的。那不然的话，我们一开始可以看到它的这一个HC-130带着2架直升机还进行在伊朗上空进行空中加油。那其实进行空中加油是最危险的时候，也就是他们其实没有反击的能力。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因为他坚信没有那个地面可能的攻击。所以我们说这一次的这个行动是成功的，但是这也告诉了我们一件事情，也就是美国其实他对于伊朗其实并没有那么对，尤其是对于他的地面部分没有办法完全的掌握，它尤其是它慢慢深入内陆之后，其实它会遇到的挑战更多。好，这个是来自于美军他在这一场攻击行动当中，整体看起来算是成功，但是也面临到许多的挑战。那这么多的战机，刚刚讲嘛，许多型号都被打下来，不管是 F-15E 到 F-16到 A-10，甚至是预警机都出事，制空权是不是已经被伊朗给打穿？委员又怎么看？对，我想很多这个朋友都在说，这一次是美国救援的这个胜利这一点我同意。但是当然也有很多人说，那这是不是代表伊朗的失败我会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结果就是对伊朗来说，他如果真的抓到了这个这个美军的这个当时跳伞的这个人员那么真的抓到了，变成俘虏了。那你说有人说这样伊朗会手上多了一些谈判的筹码，可是我会认为说，反过来讲你会让美军有更大的正当性对你发动后续的攻击。其实，在这一场这个美以伊的战争里头，为什么美国跟以色列站不住脚？因为率先攻击的不是伊朗，伊朗没有屠杀美国人，那伊朗是完全在被动的回应。所以，如果今天这个伊朗真的把这位飞行员把他俘虏了，
那么美国恐怕就有更多的理由去发动各式各样的打击了。所以我反而会觉得说，让人把这个被美国救走，对伊朗来说是一个最好的结果啊，因为在救他的过程当中，美国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哦。就像刚才舰长讲的，美国自己不得不亲手炸毁掉自己的2架特战运输机啊。然后呢，从这个整个开战到现在啊，不管美国的这个战斗机是被这个友军打下来的啦，或者是自己失误掉下来的啦，各式各样的理由啊。但是不可以否认的是，它其实在某种程度来说，对美国的空军或者是这个整体来讲，仍然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啊。它不是没有战损的，它是有战损的，只是这个战损不一定是伊朗把它打下来的哦，包含这2架，美国自己亲手要把它炸了哦。那么因此，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就反映了2个现实哦。第一个现实就是美国不再是天下无敌啦。就是以前川普能够把自己当作宇宙之王哦，就觉得说这个地球上没有任何国家他不能征服的哦，就美国只要轻松出手，马上就可以这个拿下来了。可是，在这一场战争里头哦，我还不要讲说这个战争最终的终局是什么，就光打到现在，大家还有人会相信美国是天下无敌的吗？美国的 F-15可以被友邦打了3架下来哦，美国自己的 F-15现在飞到了伊朗上空，也被伊朗的这个防空系统打下来了。美国自己的特战运输机在机场还飞不起来，逼得只好自己把自己飞机给炸了。然后美国的黑鹰这个直升机也一样被打到啊，所以你说美国再像当年说它可以如入无人之境哦，消灭它任何想要消灭的对手跟敌人，我认为打到现在为止，它的那个神话已经破灭了。那么第二个就是刚才这个舰长也提到说，美国真的掌握制空权了吗？的确是，就是如果照传统的说法来说，他掌握了，他歼灭了伊朗的空军，他把这个防空阵地可能雷达都破坏掉了。可是他忽略了一件事情啊，伊朗还有地面部队啊。就是有的时候，这个何谓制空权？就是地面部队可能用很简单的军事装备就可以把你飞机打下来的，更不用讲说你可能是黑鹰直升机这么低的飞过来，那么你用个监射飞弹都有可能把它打下来哦。所以当美国没有办法全面的清除这个伊朗的地面部队的时候，坦白讲，你说美国要100%掌握制空权，恐怕有一点难。传统的标准来说，他可以说他100%掌握了，但是现在哪怕只要有百万分之一的可能，他的下一架飞机都有可能像 F-15一样被打下来了。好，这一次美军的这个战机多架被打下来哦，这个战损也再度的验证了这个美军的制空神话被打破了。那同时间呢，也凸显了伊朗他这一次哦，在这一回合当中的新防空系统的威力是不可小觑的。特别伊朗自己说了，他说这个是由我们国家的年轻聪明的人们所打造的新防空系统。我们今天会来看到的是来自《纽约时报》的报道，他说伊朗所谓的新防空系统指的是包括了中程机动型的地对空防御系统，也就是霍达德3的飞弹击落了 F-15E。另外还有专家指伊朗可能还用了什么呢？就是被动的红外线的探测系统，追踪锁定美国的飞机，是这样吗？聂老师怎么看 ？OK， 刚讲到神话，其实这次神话破灭不只是制空权啊，我想种种这个所谓由美国发出的神话讯息都已经破灭。那么我们讲一下这个，当然在中东整个制空权啊，我们知道所有的空优都在美国的一方。从以前到现在，大家都还是认定是这样，包括现在这个他们救援他们的这飞行员一样的，他们的制空权、他们的空优绝对是在非常的 top 很顶尖。可是你知道吗？这个伊朗他知道他磨不出很亮丽的剑，但是呢，他最少要制出啊厚实而强韧的这个盾，然后呢可以折断你的剑。他知道这个情况，所以他历年以来就一直在浅的用智慧的去考量，他怎么去制造将来只要制空权被破解之后，我们怎么去反击这个所谓的他们的空优的飞机。因此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导弹，他们其实我认为他们早就已经潜在，就是跟他们在做核弹这个核设施一样的道理。那当然，你要做核弹，必须要飞弹必须要有2样东西，一个是攻击力够强嘛，一个就是我觉得还是要精准度要够。所以这次你刚刚讲到的，他们的防空系统就是这一套所谓的被报道出来的这个 HODAT 叫赫达德3这一套的防空系统。那当配上它的这个红外线的锁定的技术啊，各位你可以看到这次它真的让这个美国的这个所谓的空优真的是这个神话被破灭。为什么？这次大家可以看到从头到尾啊，当然之前有其他的无人机或飞弹的这个反击，包括这个我们讲攻击机也好，
好像战斗机啊，不管是 F-15、F-18这个舰载机，或者甚至 F-35，然后再来就是加油机，甚至很贵的预警机都会被打到。而这次呢，却能够把 F 战斗机这么能灵活运用的战斗机打下来，我觉得跟这个赫达德3有关。那赫达德3是什么样一个这个飞弹呢？我必须声明一下，它是一个中程的一个机动式的，我强调是机动式的一个防空导弹。它是一个在轮辆车子就有轮的车辆上的一个导弹。这个导弹可以让它怎么样呢？能够随时机动。这是最主要的。那还有，而且还可以随时隐匿，因为它可以随时被发现的时候呢，开始变换这个部署，然后呢躲进这个山洞里，那再随时出来，所以它可以做到随时的转移阵地，然后掩蔽，然后适时再反击。我觉得它就是这个成功之处在这里，所以就很容易的怎么样呢？就把这个美国的空优稍微击破了。我觉得最后还要强调一个，就是我觉得这次伊朗所打的东西，不管它是地属的这个战略方式，就边打边造，或它马拉松的做法，就是它由小放大、循序渐进，而且很厉害，就是预留了实力。它现在我觉得它还在预留实力。最近我看到一个消息，它准备用20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20亿的美元石油哦，他们生产石油的国家要跟中国交换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2种飞机 J14、第4代的以及第5代 J20，还有一个更重要，要买他们的红旗飞弹、红旗9。那这是中远程的这个防空飞弹哦，它的这个命中或它的这个定位定准就更厉害了。所以我觉得它还在预留实力。如果你美国还要继续来，我们还有更强而有力的实力，未来可能就真的把你的整个剑啊磨到全部都折断，让你将来可能再也没有办法去刺伤别人。好，谢谢聂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持续要来关心到的是美军的基地遭到连环爆，25人伤亡吗？今天会关心到的是伊朗的总共3波的攻势直接打到了美军崩溃，伊朗则是越打越强，这背后是不是有靠中国来撑腰？今天会一起来做关心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我们会请来宾来特别帮我们做解答。首先，伊朗的攻势越来越密集，而且战果惊人，美军在现在补给受限，跟北约又常常不愿意完全配合之下，是否已经出现撑不住的危险信号？第二件事情是伊朗放话的目标库跟还有巨大的惊喜要给美国跟以色列，这一场战争反而变成伊朗来掌握谈判主导权了吗？以色列接下来到底会不会让步？最后今天来关心在中国大陆的角色是否有帮伊朗撑腰呢？现在传出透过飞弹供应，还有它的 AI 情报技术都提供给伊朗，这究竟是在保护盟友，还是要趁机也就有这个机会来拖垮消耗美军的战力？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来看到其实短短3天的时间而已，伊朗发动了最新一波的真实承诺4第95到97波的攻势，这3波攻势带来的战果，我们今天也带观众朋友来看，总共分成3个，一个是指导美军以及以色列的战略体系，一个是能源命脉，最后是区域瘫痪。首先，我们来看到针对于美军跟以色列的战略体系的攻击，摧毁了美军位在科威特海马斯的火箭系统，瘫痪美军在巴林的爱国者防空系统，还有命中美军在阿联酋的高阶指挥官的集结地，造成了美方25人的伤亡惨重数字。再来，《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国驻沙国使馆也遭到严重破坏，3层楼是全面烧毁。以色列的主要城市也受到了卡达尔导弹的猛烈袭击。能源命脉的部分，赶快来看到。全部都跟民生有关。以色列的海法炼油厂核心设施被摧毁，位在阿联酋的艾克森美孚还有雪佛龙天然气设施都中弹，位在阿联酋的甲骨文公司也遭到摧毁，巴林科威特石化厂全面因此停摆。再来这个效应更是造成了区域的瘫痪。科威特石油总部到政府大楼遭到无人机突袭之后起了大火，科威特2座发电厂及海水淡化厂同样是遭到无人机的袭击给重创。美军现在在补给跟兵力受限之下，会不会发生撑不住的现象？舰长怎么看？
其实啊，我们看到现在的问题，也就是我们不能单线思考，只想到说现在美国应对这个伊朗的问题啊。那从这个川普上任以来啊，他做了几件事情。第一个，也就是对于各国进行对等关税；然后第二个，也就是说他跟欧盟这些国家对于乌克兰的概念未来它其实是分歧的。第三个，他很严厉的要求各国提高了这个国防预算，也因为如此，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卡尼为什么在达沃斯论坛他讲说中等国家要加油，要团结在一起，也就因为这样，其实美国跟这些国家已经产生分歧了。我们如果看到这一个川普他的一个出 social 里面的，其实这都是抱怨啊。他第一个他说法国不让他去靠，那个不让他那个飞过去，然后呢也就变成他要直飞，他要不断的空中加油。其实空中加油也等于是你加油机又再耗油一次。那另外他也抱怨英国啊，他讲英国说呢，其实以后呢那个你们可以从那个石油跟美国买。那第二个呢，他讲说那个谈起勇气的话，去霍姆兹海峡把那里占为己有更为勇气，更有勇气。其实他一直在讽刺英国跟法国。但是呢，也因为如此啊，也就是非常多的这些英美以及北约的国家的机场都不让它使用，结果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样子啊，也就是整个从美国一直跨大西洋，那跨大西洋之后呢，它要继续加油，然后加油之后，然后它才到达无论是约旦或者是以色列。这告诉我们什么？也就是美国已经不是以前的美国了，它的霸权其实大家已经不同意了，所以它其实气喘吁吁，捉襟见肘，那就是如此啊。那它另外呢，因为我们现在一直都是往西边看，其实我们应该要注意往东边看，也就是美国陆战队的行动。美国陆战队呢，其实我们一开始看到的是迪利波里号，可是我们看到迪利波里号的时候，我那时候一直跟大家报告，其实它少一艘船，那也就是它少的，也就是这个2栖登陆舰。那它少了这个登陆舰，但是呢，它预备队美军的预备队其实已经派出来了，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全狮号的这一个第11远征队，它已经进入了第7舰队的辖区了，也就是它连预备队都派好了，所以根本不可能出现这种他不愿意动武的一个状况，而且地面战也就是一触即发。为什么？因为他部队都已经从美国的西岸运过来，而且如果我们看到昨天晚上最新的这一个《星条旗报》的报道，它的内容告诉我们说，福特号我们大家认为它还要再修12个月啊。他说他现在已经从克罗埃西亚，他恢复了作战行动。那再加上之前我们所看到的有关于这个布希号的话，也就是他现在布希号如果不断的前进的话，它就已经是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啊。另外，如果我们来看现在往东看的话，那其实我们又看到了从这个佐世保出发的，也就是拉什莫尔号。那拉什莫尔号这一艘呢，就是我刚刚讲到的迪利波里号少一艘，这一艘竟然就补上来了。也就是说，他们真的是很想要打这一仗，才会有这个状况。那这一个我们讲到这种2栖的这一个船坞登陆舰，它的肚子可装的东西非常多啊。那第一个，它可以装气垫登陆艇，接下来它其实可以装这种机械登陆艇。这种机械登陆艇，它可以直接进行泛水进入它的坞舱，同样的也可以透过舰艇手结合，直接把坞舱里面的东西卸到这个机械登陆艇来。我们刚刚讲的，无论机械登陆艇或者是这一个气垫登陆艇，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一个登陆的装备。另外，我们不要少看了，它上面是飞行甲板。飞行甲板它可以提供鱼鹰机作为一个垂直的整补，或者是人员的运输，兵力的投送。所以我们这样讲啊，往东看或者是往西看，其实美军都已经
大军通通都不断的向伊朗接近。好，我们看到美军大军压境哦，包括了3航母啊、预备队，甚至到整个2栖的战舰已经全部都准备好了，压境到中东地区。那看在眼里，除了其实来自于美军他的大军压境之外，伊朗这边也做好了准备。伊朗是这样说的：好，没关系，我们也正在造我们的目标库来继续的推进战事。我们为美国跟以色列已经准备好了一个巨大的惊喜，这惊喜到底是什么？等一下我们会做解答。另外，以色列内部其实现在也非常的担心，除了他们要担心伊朗的攻击，他们还说了，黎巴嫩真主党的实力是他们本来没有预料到的，所以他们认为最终可能会与伊朗达成某一种协议。以色列现在看起来好像也稍微要让步吗？那委员又怎么看这些议题？是啊，其实伊朗在这一场战争当中他打的是有为有守的他是按照节奏在打的，所以伊朗在战争的整个过程当中，他不是一瞬间就把它拉到这个最高的一个状态来进行布局，他完全是按照他当时的剧本不断的按照美国出多少招，他就用什么样的招数来进行回应。那么其实伊朗在这场战争当中，他的战争的目的其实很明确他不会像美国一样，到现在还讲不出个理由说到底为什么要打这场仗。那么伊朗的战争目的不外乎是2个，第一个，他要彻底打趴掉以色列，然后呢，让以色列不要以后再把他视为这个对手，然后形成威胁。然后第2个关键因素是他把美军的势力彻底推出中东，这是伊朗在这场战争当中最重要的目的。所以呢，他根据这个目的，他就制定了作战计划。他按照这个作战计划，有不同的阶段性，就推出不同的目标，有节奏的来打这场战争。所以对这个伊朗来讲，他现在最重要做的是什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他已经在封锁荷姆兹海峡了。然后接下来呢，他要求了这个也门的胡塞武装组织要封锁曼德海峡。那么这2个海峡一旦被封锁，这个荷姆兹海峡每天大概是2000万桶的原油，曼德海峡大概是600万桶的原油所以这2个海峡如果一旦被封锁了，全球就立马少掉了每天2600万桶的原油供给大概占了全球的原油供给量的37%。它只要落实了这一点，接下来油价就开始被推升了。是，油价被推升了，美国的通膨问题就居高不下。然后联总会也不用降息了。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全球的股市一定会受到影响。那你更不要讲说他这个时候在添了一把火，他去攻击了18家美国的企业。这18家美国的企业都是美国股市最重要的支撑力量，不管是金融股、科技股或者是 AI 股，这些都是靠这18家在支撑的所以当美国的股市又开始这个崩跌，然后造成全球的影响的时候，川普其中就败选了。所以这对这个以色列来讲，他现在的目的很简单，我就是让你川普败选。我让你川普败选之后的同时呢，你美国的势力就会被迫退出这个中东了。那只要你美国退出中东，你美国川普为了避免败选，所以你必须要想办法撤手，想办法落跑。那在这个时候，我伊朗就可以好整以暇，就去对付以色列了。所以其实这是他的节奏跟目标。但是你说他有没有随着整个这个阶段性的这个不同，然后来提升他的这个作战能量？当然有啊。所以他事实上还没有丢出他真正的这个必杀绝招。就是很多人都说这场战争，大家最担心的是以色列动用核武。可是另外一点呢，就是对伊朗来讲，他真正的必杀绝招是什么？他只要放手攻击整个海湾地区国家的海水淡化厂，攻击这些国家的这个原油设施。好，包含这个天然气的这个生产设施，那整个天下就大乱了。就讲白了，他只要把整个这个波斯湾国家的这个原油跟天然气的生产设施被摧毁掉，荷姆兹海峡有没有封锁都不重要了，因为已经没有油，也没有天然气可以运出来了。对，他只要攻击了这些国家的海水淡化厂，这些国家立马就被打回石器时代了。所有建设在沙漠上的海市蜃楼，在没有水的情况之下，这些国家完全就一夕之间就崩跌，那就是真的就是所谓核弹级的灾难了。可是到目前为止大家可以看得到的是，伊朗还是这个很克制相较于美国跟以色列的乱打，伊朗并没有伊朗在回击的过程当中仍然是很小心翼翼的，没有触碰到这条底线。原因很简单，因为目前为止整个选战的节奏还没有达到那样的一个阶段嘛。
所以伊朗在现阶段其实他就已经可以足够操控整个选战的整个这个战争的主导权了。好，伊朗现在掌控战争，那特别是注意到他攻击的地方哦，都是有特别做选择的，而且呢，现在也看得出来他的打击都是这种精准打击。那其实呢，来自于德国特别有军工专家做了有关于伊朗这个打击力的分析，为什么他今天可以做到这么精准？就是因为他现在有用到一些技术，包括了惯性导航、雷射修正跟自主微调。再来另外一个比较敏感的，就是说中国大陆是否有这当中也帮助伊朗呢？因为现在呢，《每日电报》指出说，中国这边呢已经被发现从珠海出发的幽灵船运送了过氯酸钠到德黑兰，可以用来干嘛呢？它是可以生产千枚的飞弹的。再来，这是第一个消息。第二个消息是《华尔街邮报》披露的，说有中国的企业呢，他们结合了 AI 的开源数据，把美国在中东的兵力部署跟武器的位置去曝光之后，伊朗是不是就可以获得了比较多的情资？聂老师怎么看？OK， 其实在这个战争之前啊，就刚开始的时候就看到了非常多的文宣。也就是很多我们所看到的，我们现在大家这个媒体都非常清楚嘛。当我看到，怎么这个整个中东美国的军事基地全部被琳琅满目的被那么清楚的这个拍摄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卫星空照真的是很厉害。那时候我在想，这哪来的？当然，这个文宣是说，中国的这个卫星所发现的。当然，这里面当然就有一些这个所谓的地缘政治的意味，就是说这个卫星图呢，就是准备要提供给伊朗未来防御美军在更多的这攻击的时候，他要如何的去反击所谓的美国在中东所布局的所有的，不管是空军或海军的所有的这个地点的这个基地。结果你会发现，这些事情都一一显现了，而就是当这个美国攻击了这个伊朗之后呢，当伊朗是一个被攻击方他一直在强调说，他们最大的希望能够和谈，只要想要和谈的话，就是将来永不要有人有国际保证，永不再被侵犯，他才可以和谈，否则的话绝对誓死反击到底，因为他只要和谈就是死定的死路一条，所以他们只好做对等的反击。那你就会发现，在这一阵子以来，27个军事基地这个基地跟美国相关的有13个几乎都瘫痪掉了。我们可以这样，这个琳琅战数得很清楚，从卡达、巴林是海军嘛到这个苏丹王子基地，那是在沙地阿拉伯，那科威特、阿联酋，还有这个伊拉克、约旦，你看比比在目，每一个这个美国空军几乎都被摧毁。那摧毁以后瘫痪之后怎么办呢？美国这次真的不太一样，他自己来。你要知道最聪明、最 smart 的战争是代理人战争啊。俄乌的问题啊，美国只要卖军器就好了，卖军器又可以赚钱，又可以增加自己实力，还可以消耗敌方的实力。这时候不是很赚吗？双赢吗？结果这次呢，他打了以后呢，发现伊朗呢跟他打的是一个不对称的军武，他的军事武力比包括空优、包括海军都比对方强，没有错。刚才我们小舰长也讲了，他现在派了各种武力要过去，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问题，因为有另外一个不对称，就是这个所谓军事价格的不对称。因为美国用的所有的尖端的军事价格过去以后，发现它的这个消耗战跟伊朗这样消耗下去之后，它根本就不可能消耗得起。所以我觉得美国要大举进军是有它的困难度。那我最后要讲的就是，那你看伊朗面对这么强大的军事的美国的这个步步围攻，他为什么不怕呢？因为我觉得他后面多多少少有他的预做准备。因为我刚刚讲过，他不反抗则死，他反抗还有生存的机会。而当然他一定会非常细腻智慧的呢，去请他能够协助他的一些这个盟友呢，他有他的盟友啊去做支持。当然这里面不乏就会有一些阴谋论讲到中国了。所以我刚刚讲到那个所谓的卫星精准，那是在这是在攻击的部分，还有防御的部分。刚才也讲到了那个导弹红外线锁定的技术，可以让它导弹能够精准打到它飞机的这个过来就直接精准打击到飞机。但我现在觉得未来更可怕的是中国，因为现在实力已经不可小觑啊，所以当中国呢如果把它的整个飞弹，包括它的这个原材料都用潜移默化的移到伊朗去的话，那伊朗用地属的战法，也就是边打边造的做法，这时候美国可能再攻击下去，对美国不但是消耗战，甚至如果在这一战甚至被打输了，当然背后可能有一个支撑的一个力量。我们讲说阴谋战好，从这个中国给的一些隐形的实力好了，请问美国怎么办？所以我现在看到中国就是
以静制动啊。当然，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消耗对方的实力呢，那协助这个好像友邦的这个能力呢，好像看起来中国啊，这个看起来没做什么事，好像也有。那美国如果再这样轻举妄动，我觉得虽然声势很大，那未来输的机会反而这个越来越高。好，谢谢聂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持续要来关心的是川普的最后通牒误判了战局。我们今天会关心到的是，连美军自己的幕僚长都惊呼川普遭到蒙蔽哦。那么美军现在弹药呢也被全面的掏空。中国大陆这个时候被视为是在全球体系当中比较值得，这样相较美国更值得信任的国家了，被说成为最大赢家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这是川普对伊朗下的最后通牒了，要求的是德黑兰，你要在美东时间7日的晚间8点准时开放荷姆兹海峡，否则我们就会进行攻击了。攻击的范围包括了所有的基础设施，像是打电厂、打桥梁、打这一些基础设施。华尔街日报也特别做了披露啊，川普之所以会有这一些决策，就是因为他的背后有一些高阶的幕僚不断的在怂恿他，并且还跟川普说，你打伊朗的发电设施、桥梁，这些都是合法的军事目标。但是有人呢就不是这么认为的。我们看到的是白宫幕僚长，他对于川普身边的这些幕僚开始感到非常的忧心。他说呢，针对于战情跟冲击的评估，这些幕僚，川普身边的核心幕僚，他们根本就已经过度美化了这些资讯给川普。换句话说，川普他听到的所有的消息都是他自己想听的，而不是应该要听到的。当然，进一步就会冲击到川普的决策。这是来自于美国目前针对这个伊朗的攻击，以色列方面也没有缩小它的力道。现在最新消息，以色列直接空袭的是伊朗的经济的动脉了，而且都是民用设施，50座的石化工厂全部因此停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伊玛目港市的石化园区了。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附近50万居民都是靠这个电厂来提供电力的，造成伊朗百姓现在只能陷入在一片的黑暗当中。最不幸的消息就是美国跟以色列最近攻击了30所当地的大学，造成了5名大学教授、60多名的大学生因此丧命。被说，专家说，来自于伊朗的科学部长，这已经是退回到石器时代的反人类的罪行了。好，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委员了，川普是不是被幕僚的资讯过滤给误导了，影响了他的决策？针对于这些基础设施的打击，包括美国跟以色列做的打击，是否有踩到国际道德跟战争的底线？现在备受质疑，委员怎么看？外界之所以认为中国大陆是赢家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大陆没有当流氓，中国大陆没做恶霸，中国大陆没有入侵别人的国家，没有滥杀别人国家的人民，没有打击这些国家的民用基础设施，中国大陆什么都没有做，他就谨守在王道的这条路上，能够援助这个需要援助的人，能够提供相关的这个协助，他通通都做了，但是他没有当恶霸。所以呢，其实中国大陆之所以是成为最后的赢家，是因为美国自己把自己做成最大的输家了。那么美国如果跟以色列全面的去攻击伊朗的民用基础设施，我刚才提过了，伊朗的这个作战的剧本显然有不同阶段的作战性目标。如果今天美国跟以色列准备升高这个对决的态势你开始这个无差别的去攻击了平民，攻击了这个民用的这些基础设施的时候，你就是逼伊朗走到另外一个阶段的这个的作战策略了。我刚才提过了，伊朗手上不是没有必杀绝技的，他只要去攻击我刚才所提到的这个能源生产设施，包含海水淡化厂，整个中东地区就变成一片荒漠，马上退回石器时代。伊朗会不会回到石器时代我不知道，但是如果伊朗去攻击了摧毁掉这些国家的海水淡化厂，这些国家立马就回到石器时代了。整个中东地区几乎80%是仰赖海水淡化厂的所以其实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哪怕
伊朗的这些民用基础设施被攻击，伊朗的大学被攻击，伊朗的石化设施被攻击，甚至连伊朗的核电厂都被波及的时候，伊朗还是很节制哦。那这才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如果大家最近看到了那个 Kent 哦，就是辞职的那个国家反恐中心接受了这个挪威的一个教授的访问的视频，他就讲了，他说他自己担任国家反恐中心，他说伊朗一直都很理性，伊朗也一直很克制哦。这就是他为什么没有办法接受川普要挥军攻打伊朗的原因，他无法理解哦。所以其实在这场战争里头，整个战争的节奏都是伊朗在掌握的。你看到了美国跟以色列这样疯狂的乱打乱炸的原因很简单，因为美国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没有出口的战争了，他想要找个出口，可是找不到个出口，他想先射箭再画靶好了。然后问题是这些箭都射到他自己身上了，他到底该怎么画靶呢？他连现在画靶的能力都没有。你现在问美国说这场战争的目的是什么，他可能完全想不出来哦。最近想到一个新的，就是刚才舰长讲的，说美军决定要突袭伊朗的核设施，干脆把浓缩铀都搬走好了，所以他才会说准备要这个突袭伊斯法罕的这个基地。可是后来大家评估之后发现有困难的原因，是因为伊斯法罕被他炸了，所以呢要去的呢不是派部队去，还要挖。要想办法挖才能把东西带走啊，因为都被埋在下面了。然后再来，你挖了还不行，你有这么多桶，到底哪一个是有浓缩铀嘞？你还要有专家去测才行哎。所以呢，后来就发现说，我现在就要进去抢你的这个浓缩铀的设施，现在都不是这么容易可以达到目的的。所以呢，当这个川普说要在4月1号发表谈话的时候，外界就预估说，哦，川普准备要这个 tackle 了，他准备要宣布说战胜了哦，就是用这个自我催眠式的战胜来解决这场战争。可是到4月1号晚上美东时间，我们就看到川普的演说的时候，发现川普又再一次被以色列绑架了。与其你说川普是被幕僚误导，我根本就认为川普就是被以色列公共政策委员会在美国强大的游说力量跟这个金援的力量给绑架了，所以川普完全退回来了。原本以为他要宣布战胜了，要离开战场了，没有，他说这场战争还要再继续打，还要再打2到3周。所以其实你说美国有没有做这个预防的措施？有，美国的幕僚已经在做了，包含川普在谈话的时候试图把责任要推给赫格塞斯，说赫格塞斯是最主张打仗的。包含 J.D. Vance 最近传出来讯息，他打电话彪骂纳坦雅胡，说纳坦雅胡骗了他们。包含你现在看到的白宫幕僚长出来讲的话，其实这一切都是替川普要建构一个不得不最后要出场的一个这个借口了，就是这一切都是纳坦雅胡错误的情报欺骗了美国的白宫幕僚，然后白宫的幕僚又误导了川普。所以如果最终有一天川普必须要退出这场战争的时候，最后被牺牲拿来祭旗的一定是纳坦雅胡。好，来自于以色列，还有这个以色列提供给白宫幕僚的情报，再提供给川普，也就影响到了川普接下来一系列的各种在军事上面的决策。那么同时间呢，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一系列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之后，美军的战损，我们也来稍微做一下统整。尤其现在要来看到的是他们的这个攻击型，包括各种的导弹的数量已经几乎不够用了。先来看到现在美国最新的消息，从全球调动的是他们的隐形巡航导弹，目前是剩下了425枚，那么库存量已经剩不到2成了，而且补充需要数年的时间。再来3月份已经光是3月1个月发射了850枚战斧飞弹，相当于打了2到3年的产量。最后是前10个小时内发射了800枚爱国者飞弹，多套的萨德系统被伊朗摧毁，只好从南韩来紧急派萨德到中东地区，会不会影响拖垮美军在全球的军事部署呢？舰长又怎么看？其实我们这样讲啊，一个组织的文化的建立，其实最重要的是领导人。那也就是当我们看到川普，他就是喜欢拍马屁的人，那也是只有拍马屁的人活得下来，所以肯特不干了。然后陆军的参谋长被他直接要求立刻去职，而且立刻退伍，那也就表示，对于陆上作战的部分，其实陆军他的参谋长是有别的意见的，那而且非常坚持，所以川普才叫他滚。那现在经济学人讲了，这个有关于中国嘞，也就是最后的赢家，他的做法是什么？就不告诉川普你正在犯错之中。那这一个犯错呢，因为我们讲到说，其实这一个伊朗它不断的在研发新装备，我们很少有看到弹道飞弹它其实飞了这么远的过程，
那它其实它打出来的竟然是集束炸弹。那这个集束炸弹还不是一种，也就是我们这边看到它有大型的集束炸弹跟小型燃烧的集束炸弹。那这种集束炸弹在它飞行的过程当中呢，它会散开来。那它散开来的过程呢，也就变成它原来它就要攻击的主要地点就是在这边，然后结果一散开来变成天女散花。这一散开来就糟了，为什么？因为它针对的是什么？它针对的就是铁穹啊。铁穹原来它原来就是要拦截这种高度不高、速度不快的这一种火箭弹或者是这种集束炸弹，但是数量总是问题嘛。你数量用完了，对不起，你就没有了。那现在我们其实看不到以色列的街景的一个状况，但是等到总有一天让我们看到，因为我们从这些很片段的部分，我们其实已经看到有关于这个特拉维夫啊，或者是海法，这些都被打得非常惨。那至于说是不是有从其他的国家调库存呢？有一个国家叫的最凶的那个国家就叫做韩国，南韩。他就这之前他就讲了，你做这一个史诗怒火，结果你把萨德你调走了，你把这一个爱国者调走了，你去年9月就调走一次，你现在又调走一次，可是他要面对强大的金正恩呐，那金正恩什么时候突然要打他们也不知道。那除此之外呢？也有人问了下一个问题，这到底是哪一个国家？菲律宾啊，菲律宾说，下一个是我们吗？为什么？因为菲律宾也有爱国者啊，所以现在大家都非常的紧张啊。那我们刚刚讲这一个李在明韩国总统啊，他绝对不是坐以待毙的，他是有抗议的，但是呢，他说他正式的反对这一个移转，但是他没有办法阻止。那这一个部分，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其实美国的种种的行为，已经让我们刚刚讲到的中等国家，通通都对美国非常反感，而且还加一个韩国。那这一次为什么这个弹药量消耗这么大呢？因为美国使用了 AI。我们看到这个 Defense News 它讲得非常清楚啊，也就是为什么会打到这个小学。那其实呢，那这个跟 AI 就是有关于人工智慧目标打击计划，其实是有关的。这个打击计划，它会让就像我们现在这种过分泛滥的资讯由 AI 梳理一遍。AI 会用什么呢？ AI 其实它会用大量的这些目标的资讯，以及卫星的资讯，还有你雷达的资讯，作为一个比对出来之后，它决定攻击的顺序。但是你当初给他的目的是什么？你是要赢的，可是你没有告诉他，对不起啊，我的飞弹是有限制的，所以他就一直打的最后呢，也就是你弹的药量就有问题了。那刚刚讲到说有关于核设施的问题啊，就是这里就是刚刚大千委员讲的，也就是它非常的复杂。它除了要将这些工程的装备投射到这个伊斯法罕或者是福尔多之外，它还要挖得进去啊。它挖得进去之后还要抬得出来啊。那这个挖进去抬出来，大家觉得是双手去拿吗？你双手去拿，你回来就废了。我们讲到那个是浓缩铀啊，这个只是美军使用的半衰铀的弹药，你看看它是怎么样穿戴这些装备的。那这个才是浓缩铀的一个储藏的设备，你要怎么样拿出来？你如果慢慢的拿可以啊，那但是你现在你要在有威胁的情况之下把它抬出来，而且里面有没有轨雷？就是你只要去拿了，它就炸了。炸了之后呢，你每个人身上全部通通都是那个辐射的残骸，这才是最糟糕的部分。好，这个是来自于我们看到，在这场战争之下，美国它的武器量还有这个国力都在快速的耗损当中。那刚刚也讲到了嘛，这场战争打到现在，是不是现在看起来受惠最大的反而是中国大陆？我们来看到一个最新的民调，这是来自于盖洛普的最新民调，全球现在对于中国的认可度大幅超越美国，创20年新高哦。中国目前是以5个百分点优势领先美国，并且现在全球多国官方、美国外国的这些官方机构也说了，连续5周大家都在净抛售美债规模909亿美元。再来
在这一场空袭、这一场攻击当中，也导致了金属的市场持续的波动，加强了区域对于中国的钢材原料的依赖。中国是最大的获利者吗？那聂老师又怎么看？ OK， 我想大家都知道，10年河西，10年河东。这个19世纪呢，曾经是海上霸权这个英国的世纪，从1805年查法卡战役开始。那到了20世纪呢，当然尤其二战之后，这个全世界的这兵工厂在美国，在二战之后 support 其他的盟国战胜之后，当然这个时候的霸权变成了美国。那当然这时候又隔了一个世纪，21世纪是不是就是中国人的世纪呢？ 这看起来啊，这个讯息好像慢慢展现了哈。那刚刚讲到这个认可度，那我现在想一下哈，就是在去年嘛，2025年，当然中国它自己发行了这个12笔的豫南债，就是他们的人民币债券哈。那么它的认购率非常高，可是它后来尝试做了一个所谓的美元国债。那美元的这个主权债呢，发行的时候在2025年11月发的时候，它是尝试看别的国会不会向中国买美元国债。 主权债没有想到，它认购率呢，它发40亿，却认购的是1180多亿，将近30倍。而美国同样发行3到5年的这种债的时候，是认购率3倍。你觉得这个问题出在哪里？也就是国际的信誉非常清楚，认可度就是中国比较稳，中国比较安全呢。因为债嘛，当然这跟美国债务债台高筑也有关了哈，这是一个重点，认可度。但是刚刚讲到说，好像全世界啊，不管这个媒体报道，中国现在在全球的可信度是超过美国5个百分点。其实我觉得不止。 我觉得讲世界上有2种嘛，这个知识较高者都知道世界怎么了，有国际观的，是当然也有一些认知战被认知战怂恿的啊，教育是最那个的。但你知道国际间大部分都看西方媒体，那么尤其那美国又用它的美元霸权控制了世界，因此在整个在使用上、交易上、甚至政治上。 好像美国还是很强，但是真正有国际观的，你会发现它认可度可能不止5个百分点而已哈。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当然，现在讲到还有一个叫供应链的重组，这次发生的这件事情非常有趣哈。当然，现在这个美国啊说要把这个伊朗打回石器时代，你会发现这个伊朗也会。 不管用怎么样的反击或怎么样的动作，会让美国回到青铜时代。它不会回到石器，也回到青铜时代，因为美国会慢慢被消耗到变成青铜时代。这时候两边都会允诺下去，你知道吗？可是伊朗将来搞不好还有中国重建之手。各位刚看到供应链的重组需要非常多的。 材料原材料，那中国现在怎么样呢？在这时候呢，浅浅的一条龙沉在海里，而且就讲人到健身房一直锻炼身，越锻炼越强，它有很强的实力，在供应链上也将来可以 support 伊朗做它的重建。我觉得最重要，不管是钢材或者一些原材料，或者是基础的设施，未来的战后重建很可能会很大量要依赖中国去做，因为中国现在这科技也好，这基础建设也好，它的实力是足够的哈。 所以我觉得未来的依赖会是中国，所以大家已经看到了这个中国的角色真的是越来越稳健了。好，谢谢聂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 核武资现在也变成武器了。来看到伊朗重写全球的能源规则，战略布局也反转局势。美国则是因为拖垮了全球的供应链，遭到唾弃。今天会一起来做关心。这场战争打到现在，当然了，大家很关心荷姆兹海峡。川普最新呢也爆了出口，说对伊朗下最后通牒，赶快开放荷姆兹海峡，是立刻被伊朗副总统回呛，公开宣誓会永远掌控住这个海峡，并且呢指控美国跟以色列必须为区域的动荡来负起完全的责任。好，来看到呢，所以伊朗它其实针对于荷姆兹海峡，它是有非常有规划性的。我们看到它寄出了哪一些的规则？它现在说了，这个荷姆兹海峡呢，还是有部分的船只是通行是没有问题的，主要你是做人道救援啊，或者是做民生物资的运送，或者是这种牲畜的饲料的运送都没有关系的，并且它现在已经跟阿曼展开合作了，会采用的是5等级的这种通行分级的制度，并且呢，阿曼的外交大臣也已经证实了，现在正在加紧推进相关工作，为荷姆兹海峡安全机制做好了各种准备。国际压力现在只能把这个压力放在美以身上了吗？吕舰长怎么看？
其实我们看到啊，现在我们大家讲的注意的焦点都在霍姆兹海峡，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伊朗还有个代理人叫做胡塞组织，他捏住的是曼德海峡，也就是红海的南端的这个部分啊。他现在只是小小试一下身手。我们看到前年跟去年啊，其实这一个美国海军啊，已经在这个红海啊，面对这一个拖鞋军胡塞组织啊，也是打得焦头烂额。那问题是我们刚刚讲这样分类啊，其实有一个分类大家没讲啊，那个分类叫做什么？对于台湾最为重要的分类叫做氦气。那个氦气呢，也就是我们讲到现在它是需要一个环境的，也就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货柜呢，它其实是有41000公升，然后它冷却的温度低到-269度啊。那我们讲到说，那这一个它不是一直维持的，它需要一个基础建设，然后结果你把它封了，封了之后最倒霉的是谁？最倒霉的就是台湾。为什么？因为就是晶圆厂需要这么高纯度99.9999999的这一个不是黄金啊，我们讲的是氦气啊。那它需要这样的氦气来吹送这一个晶圆上面的杂质，结果没有。那而且我们刚刚讲到说，有关于这一个它分5等级的分级制度了，也就是我们看到啊，现在其实我们一般大家都在讲的是油跟天然气的部分，天然气当然重要，可是我们不要忘了，它通过这个海峡还有很重要的是什么？是尿素啊，是磷酸盐呐，是这一些就是大家生活需要用的东西。那这会儿结果他把它捏好了，而且大家认为它只是这样吗？不，你通过还是要钱的。那也就是说，你美国就算不赔钱，它也从这一个通过的各种的货轮上面刮一层油下来。那这也就是说，其实伊朗早就把这一切的超限战，也就是不只是军事方面，有关于贸易以及金融的部分，他都想得很清楚了。好，这是荷姆兹海峡这一次哦，这个伊朗的部分，现在可以看到已经有很多的获利哦，来源都是采用这个5级的分级制度。那特别我们也来看到，从3号统计到现在，一共是13艘船已经通过海峡了。马来西亚现在说呢，也可以通过了它的船只哦。再来是印度的部分，7年来首次恢复进口伊朗的石油，采购4万多公吨的液化石油气，也看到了伊朗的灵活外交的策略吗？委员怎么看？对啊，在这场战争当中，伊朗当然蒙受了很大的损失哦。那么，但是打到现在哦，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美国、以色列跟伊朗这3方在这场战争里头，伊朗相对来说是游刃有余的哦。那么，它很有效的来操弄在地缘政治上它的优势，包含像荷姆兹海峡，包含像刚才舰长讲的像曼德海峡哦。那么这些都是他或他的代理人所具备的这个战略地缘的优势哦。他非常的有效的在操作这些优势，变成了在这场战争当中，他对全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杠杆哦，这是一个很大的 leverage 哦。那么，所以他在做这件事情的同时呢，其实我刚才看到那个5等分级，我就想要笑了。我觉得接下来以后就有那种什么钻石卡啦，哦，什么金卡啦、银卡哦，就不同卡的会员层级。而且各位知道，伊朗还算还蛮有良心的，因为我今天本来帮他算了一下，说，哎呦，他光是这个荷姆兹海峡哦，就1桶油收1块美金嘛，哦，那2000万桶啊，就他一天就可以收2000万美金了哦。然后呢，接着我就算一下，如果曼德海峡也收一下的话，那一天就可以收600万美金，所以他一天就可以赚2600万美金。可是后来我看了一下相关的新闻，就伊朗还蛮有良心的。第一呢，他觉得这笔钱不应该他一个人赚，所以他要跟阿曼合作啊，就我跟阿曼一起来拆这笔账，我们一起来做个收费站啊，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分润。然后第二呢，他说这个200万也太多了，他一天大概收120万美金就可以了，所以呢，他才有5等分级制。所以呢，以一个这个占山为王的这个大王来讲的话，他还算是比较有良心的，他就是说，按照这个等级不同，收费不一样。但是我要讲的重点是，我们前一段时间不断在讨论，说川普号召大家去打通荷姆兹海峡。如果你今天是这个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哪怕你是中东自己的产油国，你想想看，你与其去打通荷姆兹海峡，派你的军舰、派你的士兵去当靶子，牺牲在那里，这个
被这个像伊朗说的拿去波斯湾去喂鲨鱼了，还是你干脆就拿个电话打通电话给伊朗，不就解决了吗？这印度就是最好的例子啊。最近法国的一艘邮轮跟日本三井的另外一艘邮轮才通过了荷姆兹海峡的，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就在想说，法国这艘邮轮是贴着伊朗边这个领海过去的，它还不是走荷姆兹海峡的传统路线，所以如果没有伊朗的同意，法国这艘船根本过不去的。那你像这个日本的三井的船也过了，所以我真的强烈的怀疑哦，你说这些国家真的跟美国同仇敌忾吗？恐怕不是哦，恐怕马克龙也私下打了个电话说，你看。在这场战争，我很挺你吧，我被川普骂了，我都没有动过哦。所以在这种过程当中，我觉得伊朗很有效的利用了他在这个地缘政治上的优势，他瓦解掉了美国长期以来在西方的这个盟邦哦，也瓦解掉了美国长期以来掌控中东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这场战争如果再持续走下去，如果他真的把手也伸到了曼德海峡，哇，那不得了了哦。那接下来这个东非、欧洲跟这个中东地区，恐怕这个整个的地缘政治的这个格局又要重新洗牌一次了。对，这个荷姆兹海峡被封锁，也考验着各国的外交手段能不能灵活的跟伊朗接上关系。那么，可是呢，我们看到这个全球的影响性现在持续的扩散当中。我们谈了非常多，包括了油价上涨、运费飙升等等，还有粮食成本上升。现在美国消费者其实受害非常深哦。美国的 CPI 现在已经从2.4%变成3.1%了，晶片产能也因此受到影响。但是同时间呢，中国大陆现在比较奇特的事情是，它相对的稳定，因为大陆呢一直在推行它的电动车、它的电网，还有它的自产原油，还有神秘的石油储备等等。现在看起来波动的这个幅度看起来仍然是相对平稳的，是这样吗？聂老师怎么看 ？OK， 当然从客观来讲，我们都很清楚看到这次的战争的就引爆点，当然就是这个川普呢忍不住呢就这个被这个我们讲以色列脱下了泥沼，然后忍不住去攻击了伊朗。那这时候呢，当然我们产生了荷姆斯海峡，让他非常意外惊悚的说，竟然完全被锁喉。这时候当然他不断的下最后通牒，我讲不断的下就是他不是下一次，他这次再一次的最后通牒，已经太多次了嘛。好，现在重点来了，当这个不管是这个通膨也好，能源危机也好，你说全球应该怪谁？当然就是怪美国啊。但重点是我刚刚讲的就是你必须要够国际观、够理性、够智慧，才知道这是美国惹的祸。因为美国还是会用他 CIA 或怎么样情报网告诉全世界是伊朗的问题。不过伊朗就很聪明啊，就刚刚讲的，他善用了他地缘政治的优势嘛。刚讲的冲冲冲冲，游刃有余，对不对？他非常智慧，很早啊，他就说我们船并不是要封锁全世界，是非敌对船只，我们是让它通过的。所以你会发现，他每天都会有几艘，当时个位数，他已经肯定已经收走过你非敌对船，他会让你通行嘛。因为像中国的船啊、印度船都有通过啊。再来呢，他也非常清楚的，刚刚讲到5等级的通行分级机制，刚刚讲大仙讲很有道理啊。将来要发各种的卡，这是有差的会员制啊。对，我觉得更聪明的还就是他也用了文宣告诉世界嘛，这个用文宣洗礼，这个也要洗脑全世界，告诉他我们不是坏人，我们是被攻击方，我们并不是真要封锁。不过这次呢，刚好这一次机会让我们可以赚点钱。可是他最更聪明是，他就跟他，你知道地缘政治南边嘛，刚刚讲善用的优势，最南边阿曼嘛。这个海峡没有错，它封锁最靠近这个地方，可能北边有巴林，你知道巴林海军基地又被美国控制，然后他也把这个巴林不是也控了他的Amazon的云端，也控了他海军基地。重点他说这次要分论要赚点钱，如果真的就这么贪，让全世界觉得就是我一个人要也不对，他还找人一起来分论，你知道吗？找阿曼一起来，我觉得你不觉得这很聪明吗？好，那我这边最后讲到，你刚刚讲到中国，的确，中国在这时候，我觉得中国已经讲了很多话，他们就是以静制动嘛，就是看着，但是他也一直促和啦，促和平。那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未雨绸缪，预做准备。你看，他靠自力的，就刚讲电动车、电网，他的这个所谓的自产原油，他也在做。还有一个他在库存方面呢，他一样做了。